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面具人。今天是2021年的5月1号，星期六。祝大家劳动节快乐！今天咱们节目的内容整文艺一点啊，咱们来讲讲鲁迅啊，品味一下聪明人、傻子和奴才。等一下，咱们还是会在节目的前半段讲讲带有铜臭味的内容啊，毕竟口袋里面有钱，这心里踏实了以后，咱们才能讲文艺嘛。好，来看今天的标题，马斯克今天上节目会再提狗狗币吗？深圳小产权房禁止交易，西安数字人民币落户 4.32 万家，评鲁迅之奴才、傻子、聪明人，中国人无药可救了吗？好了，废话不多说，新来的观众朋友们就请点击屏幕下方的点赞、订阅、小铃铛，这样呢，你们就不会错过面具人每一期的精彩节目了。开头先说两句啊。昨天的节目中，面具人想要调解一下猫神和 ABC 先生的矛盾，这看来呀，猫神还是想要继续搞他所谓的律师众筹计划，要把 ABC 干到底，对吧？且不论他们是真打官司还是假打官司，真干假干啊，我不知道他猫神现在继续引战是为了博眼球还是为了筹律师费啊？律师费总是要先筹的嘛，打不打官司另说，钱总是要先赚的嘛。他自己都说了，不公开律师流程，网络博主打官司要观众给众筹律师费帮他打官司，这似乎是一个割韭菜的好理由。为了赚钱嘛，那面具人也要赚钱的呀。前几天狗狗币不停的抄底儿，我在 0.14 的时候抄到了，在 0.19 的价位也抄到了，差不多赚了有7、8千块钱人民币吧。然后呢，我在 0.3 的这个点位把赚的钱又投进去了，自己呢又加了一些。如果亏的话，那我就是把这7、8千块钱打底儿亏进去嘛，对不对？但是赚的话，据说马斯克今天会做客周六夜现场的节目，他今天可能会在节目里面提及狗狗币的事情。如果马斯克又推广了狗狗币的话，那周六夜现场这个节目的受众是很多的。狗狗币估计又是要大涨了。所以呢，面具人昨天才又重仓了5、6万块钱，大不了就把我前段时间赚的钱亏进去嘛，我的本儿还在，对不对？面具人也赚了，跟着面具人的会员也赚钱了。你说我赚个广告费什么的，油管会员费也应该的，大家都有钱赚嘛。可是这个猫神就有点共产主义了，他猫神要打官司，可是却要大家无私的为伟大的毛主席无私奉献律师费。这个操作是不是很像习大大的作风呢？反正这个事儿呀，面具人我已经是好言相劝过了，可是呢，好像有点好言难劝悬崖鬼。大家也都是看到眼里的。反正面具人我是有善意的，有诚意的，我是个善良的好人呀，我这个面具人是好人，我只说真话呀。人呀，有善的一面，也有恶的一面。人这辈子呀，谁都说过假话，说过错话。谁要是自我标榜完全就是真善美，谁要是自我标榜他这辈子只说真话，那他一定说的是假话。谁如果说自己绝对是个好人，那他一定是个坏人。大家以后上网可得长个心眼儿了，网络上的坑是很深的。猫神现在为了赚钱也是真的疯了，通篇都在自己的节目上面推广自己的收款二维码你们看，大家如果想要有给猫神打款的、捐款的、打律师费的，面具人我帮猫神做个广告，但是呢，友情提醒不要犯傻。我真是好人呀，我帮猫神打广告，帮猫神捐款律师费，你看我好不好我帮猫神捐款律师费，让猫神来告我。生怕别人看不到，没办法给他捐钱，你说我好不好？这有时候呀，是骡子是狗就得拉出来溜溜看。你看猫神也帮我做推广了，在他的节目里面骂我，那我也就做个好人，顺水人情，帮他推广一下。但是警告一下大家不要给他打面具人先谢谢猫神了。
好了，咱们来说正事儿，不讲这些花边新闻了。先来说第一个大事儿啊，面具人前几个月是怎么说的？小产权、二手房以后通通不能卖，通通都不能卖。这才过去了几个月，3个月时间，看，不但二手房现在很难让你再卖出去了，就连很多人的那些在座的各位有买房的人当中，我相信你们在座的有很多人的房产证还没下来吧？等了好几年，房产证还没下来，买的时候呢，首付的时候呢，那些售楼小姐给你吹得好得很，什么五证齐全呀，精装修呀，对吧？实际上呢，钱交了以后就没下文了。我们想一下啊，这还没下来房产证的房子，也基本都是归类为小产权的。那这种房子还不少呢。面具人之前还感觉共产党应该没这么大的胆子敢直接动小产权房，因为这个小产权房涉及的范围太大了，有拆迁房、安置房、单位房、农村房，这些房子当中很多都是没有房产证的。这个范围有多大，你们可以自己脑洞啊。我当时想，共产党未必敢把这块一刀切，可是呀，共产党现在真的是敢一刀切了。我们来看这个视频。近日，据央视财经，自2月指导价出台后，深圳二手房网签量近乎腰斩，甚至有些二手房门店已经熬不下去，选择歇业关门。相反，较于低迷的二手房市场，深圳的小产权房市场却开启暴涨模式。据奥一新闻调查结果显示，2021年以来，深圳的小产权房涨幅已经超过30%，地段稍好改造过的小产权房套内单价达到4万至5万元，并且这些价格暴涨的小产权房都是有实打实成交的。例如，在3月底，地处龙华的上塘中心城就传出180套小产权房一售而空的消息。据了解，该盘单套总价区间在52.8至103.5万元。此外，有购房者注意到，自己之前关注的深圳小产权房在新政出来后涨了好几十万。可见，在深圳严格的调控下，不占名额又不限购的小产权房俨然成为又一投资圣地。而购买小产权的人或多或少都怀揣着一个拆迁梦。但是在深圳想要一夜暴富又谈何容易，更别说是把希望寄托于不受法律保护的小产权房，更具翻车风险。据楼市爆料报道，最近沙井有一栋总价1800万的整栋小产权房交易出现卖方违约，起因是近日金豪小镇旧改小产权交易冒头，这栋1800万的小产权已经升值到3000万以上。据悉，目前该案件正在审理中。为此，项目还没开拆，街道办反而先就小产权房交易纠纷发出风险提示。而这一事件也引发了网友关于能不能购买小产权房的讨论。对此，有网友表示，小产权房的风险太高，要是踩到坑，连个哭的地方都没有。而已经尝到小产权房甜头的网友则表示，自住是真香，为此房子7年涨价250万都舍不得卖。此外，还有网友希望能别再炒作小产权房了，给买不起商品房的人留条活路，不然房租一涨，年轻人更加不会来这座城市。那么你会考虑购买深圳的小产权房吗？关注我们，获取楼市新动态。听完了吧？这个视频的节奏和风向已经很明显了呀，不知道大家能不能从中间听出来什么端倪？我们都知道，之前深圳出台了什么指导价啥的，国家因为怕房价涨得太快，老百姓买不起嘛，老百姓买不起了，这国家也就没钱赚了嘛。同时呢，开发商其实因为这些限价呀、限购也被限制住了。但是呢，这个房价它又不能下跌，下跌了以后，那些已经买了房的人心里面也受不了，对吧？所以共产党也尴尬，他又想赚钱，又不能让这个便宜卖，也不能让这个涨太快，又想赚钱又不想少赚，所以呢，他只能一边缓慢的抬升房价，一边呢再做各种各样的营销带节奏，只能这样。但是呢，这个聪明智慧的中国人民呀，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中国人很快就找出了自己的一套玩法。既然新房的限制措施这么的多，又要限价，又要限购，又要摇号，不如我们直接买更便宜的、更方便的小产权房、二手房，做法律公证交易、合约交易，这样呢更加的简洁，对不对？还便宜，
方便快捷，最主要的就是便宜，门槛低嘛。就像上面的视频中说的那样，有些地方的老房子还有拆迁的可能，有些人呢因为经济出现问题，或者是不想在国内待了，总之呢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肯定是有着大部分的人急着卖二手房的。那既然你急着卖房，你的房价就卖不高嘛，对不对？像这种便宜的小产权房、二手房，买到就是赚到。还真别说，在座的各位啊，买房我还真就是建议买小产权房，捡漏。你运气好，碰到急着卖的人，你还很可能以极低的价位收到一个不错的房子。很多人说买新房好呀，有保障呀。那面具人，我告诉你们，新房里面的坑才大着呢。新房呀，一般都是5年内不能买卖，5年以后呢，慢慢的房产证才能下来。可是呢，我估计啊，在座的各位也都见识过了，这5年还下不来房产证的房子多得很，最后呢，也就是都变成了小产权了。结果呢，你就相当于花了商品房的钱买了一个小产权房，对不对？你更亏，你还不如捡漏捡现成的呢。今天咱们节目中也要更深度的讲讲聪明人。哎呀，聪明人，反正面具人我知道的很多老板聪明人，他们都是捡漏，甚至找一些急用钱的赌徒之类的，急着出国之类的人，以极低的价位收来这种二手的小产权房。有些人呢运气好了，还能收到这种等拆迁的房子啊，等不到拆迁的呢，便宜收来了以后，自己再倒手卖掉，或者是收租金都可以，利润大得很呢。不过呢，这种玩法现在不行了，为啥？这小产权房和普通的二手房是一样的，你们的买卖挡住了国家的道了，都让你们私下交易赚钱了，那国家自己开发的楼盘卖给谁去呀？事实上呢，中国现在有很多的楼是卖不出去的，这现在生育率也下降了，人口普查也迟迟不敢公布真相。由此可见呢，因为人口变少了以后，中国的楼呀会越来越多，卖不出去，对不对？卖不出去就卖不出去，多了就多了，多了也不能便宜的卖给你们。以后这数字货币运行了以后，老百姓的劳动力都是白拿的嘛，对不对？数字货币可以从各个方面精确的管控所有人的钱包，老百姓只用满足吃饭的成本就行了。盖楼啥的对共产党来说几乎都是无成本的，为啥？因为共产党它有数字货币，可以精确的调控物价和老百姓的工资，还有消费定向，它最大的程度就能达到只用控制好这些工人的吃饭问题就行了嘛。那你说这个成本低不低？为了刺激这些人的劳动力，是不是始终都要给他们制定一个高不可及的目标，让他们使劲往这个目标去爬？如果你说大家都能便宜的买到房子了，安安心心的住在家里面睡大觉了，那人还有动力干活吗？是不是？所以呢，多出来的楼烂掉、炸了、拆了，也不能让你们便宜买。不仅如此，刚才的那个视频中有非常大的信息量，有一个很要命的东西，你们听到后半段发现了没有？这个视频中说了，某些小区的小产权房交易出现问题了，这个小区就属于集体违法了，那以后这个小区的拆迁赔款就不能给。听懂是什么意思了吗？株连呀，就是说这个小区有人买卖小产权房，如果出现纠纷了，或者是没有出现纠纷，但是被党发现了这个小产权房你们私下买卖，那这个小区其他的房主都要倒霉。以后呀，这个小区拆迁了，不给你们赔钱。这是不是还符合共产党向来喜欢的一箭八雕的思路？共产党想要强拆不给钱，然后呢就把锅扣给了小产权交易的房子。因为你们交易小产权了，你们就是集体违法了，全部都得连坐，然后呢这个拆迁就不用赔钱了。好，你说你老百姓要闹事儿，
老百姓就算闹事儿，也不会觉得是政府的不对，他们只会把仇恨发泄给那些卖房的人，只会发泄给那些没有权利的人。官老爷，老百姓是惹不起的。如此一来呢，又可以让老百姓互相监督、互相检举，发动人民斗人民，又可以保住自己的一手房市场，又可以零成本拆迁，对不对？这还不算是一箭八雕吗？你们看这个视频啊，买小产权房的人这次真的要哭了。2021年1月份，自然资源部发布了通知，集体土地上面建设的小产权房一律不予确权登记，城镇居民非法购买的村宅基地以及土地一律不予确权登记。目前广州、昆明等多地出台了一系列的措施，全国实施，马上开始。那么买小产权房子，你们还敢留着吗？这个视频已经说得很明确了，小产权就是违法的，要严惩，坚决不能卖，甚至呀，连你的拆迁款都不能给。那你说这算啥嘛？你还真别说，这个房子的问题呀，国家真的是定性了，小产权是违法的，这不是面具人我瞎说的吗？你们也看到了，有视频为证的，你们看，对不对？不是面具人我胡扯吧？其实面具人从去年到今年啊，我劝了不少人呢，有很多网友给我发消息问我该怎么办。我们也谈论了很多国内的情势、未来的发展。我当时给他们的建议就是，我说，不行，你这个房子赶紧卖吧，卖了以后把钱套出来，远走高飞，跑路，不要在这个国家继续消耗人生下去了。这个国家的未来很令人担忧呀。而且呀，你这个房子你现在不卖，晚了真的是卖不出去了，就算侥幸的以后能卖掉，你拿到的就是数字人民币，有啥用吗？结果人家听了我的话，在去年的时候，把房子就卖了。当时呀，我还在节目中说过嘛，日本开放，英国会开放，对不对？开学季有些留学国家会开放放人进来的。你看那几个听了面具人建议的，现在呢都已经把钱套出来了，解套了，人呢也都出国了。那他们现在对面具人我的这个帮助啊，对我的这个感情呀，那绝对是杠杠的啊。在这儿啊，我就不自吹自擂了。有关于什么投资呀、理财呀、出国的，咱们私下联系，视频下方有我的联系方式。他们真的是挺感谢面具人的。好了，不吹了。总之一句话，就是国家没钱，现在呀，轮到你们奉献韭菜的时候了，通通把钱交出来。好，咱们来说今天的第二件事啊，也是面具人之前早就给你们预言过的。我之前说过了，共产党做事儿永远都是表面说一套，私下做一套。他表面会说，数字人民币不着急，现在还有些问题不会这么快推广的，不会这么快发行的。可是呢，他私底下却是如火如荼的，在闪电般的、快马加鞭般的，大肆推广。你们看这个新闻，数字人民币是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我国法定数字货币，其本质是实物人民币的现金数字化。2020年11月底，西安市被确定为数字人民币试点地区以后，陕西省西安市人民政府和人民银行西安分行组织推动了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陕西省分行等6家试点机构和其他试点主体，因地制宜，突出特色，积极稳妥推进试点工作有序开展。数字人民币目前已经在西安市文化旅游、民生服务、大学校园、商业连锁、示范街区等领域全面应用。创新试点也实现了多点突破。据了解，截止2021年4月23日，西安市已经正式投产的应用场景有4.32万个。真实数字呢，可能远远不止这个数字啊。4月29日，抗击疫情，关爱民生，向劳动者致敬。西安市雁塔区数字人民币示范区消费节体验日活动在西影集团举行。
本次活动由雁塔区政府联合中国银行陕西省分行发起，面向区内的约1万名防疫医护人员和志愿者代表发放数字人民币形式的消费红包，可在小寨军人服务社、人人乐超市、西影厂商圈等雁塔区内指定的商户使用数字人民币无门槛消费。据悉，在目前全国数字人民币试点地区中，本次活动是首次面向特定人群定向发放消费红包的活动。雁塔区将按照7+1的模式构建数字人民币综合示范区的规划，要在2021年底前实现数字人民币在该区的财政供养单位工资发放、财政补贴、税费收取、党费交纳、文化旅游、公共交通、商圈受理等7大领域100%全覆盖。听懂是啥意思了没有啊？财政补贴呀，单位工资发放呀，消费呀，交通呀，文化旅游，等于以后呀，就在今年2021年底前啊，全部都要用数字人民币的形式去消费、去发工资。来，我们算一算时间啊，共产党他做事儿永远是赶早不赶晚的。现在马上5月了啊，不，已经5月了，对不对？离年底满打满算就剩6、7个月了。那我估计啊，你们尤其是西安的人是吧？你们可能就剩下3个月、4个月的时间，能给你们转移资产了啊。再晚一点，那你的钱变成数字人民币也好，数字硬卡也好，你到时候，那你就拿你的数字饭卡、数字粮票你就用吧，对不对？这个新闻还说了，要保证在年底前完成各类数字人民币消费场景的商户改造，每个区域商户至少要达到1万家，全力打造国家级的现代文化新城区的数字人民币试点样板。面具人，我告诉你们啊，共产党他说话往往是只说一半。他虽然说是雁塔区先做一个试点区，可是西安有很多区，雁塔区只是其中一个区哦，西安的区多了去了。那如果每个区都这样搞，那是不是几乎就是老百姓全部覆盖了？共产党他肯定也不能一次性把话说太过，他要玩心理按摩嘛，要玩这个温水煮青蛙嘛，他只能说一个区先搞，实际上呢，背地里他是所有区都在搞。总之呢，共产党做事儿就是先做了再说。其实面具人我也想说，一个人想要成功，也应该是先做事儿，做到位了以后再说，而不是什么事情都还没做成呢，就开始瞎咋呼，然后呢，反而暴露出了自己的意图，导致事情做不成，或者是提前把牛逼吹太早了，事情没做成了以后给闹笑话。还有一个事儿啊，大家看这个视频。小姐姐，听说微信、支付宝将被淘汰，是真的吗？近日4大银行正式宣布，微信、支付宝将被淘汰。此前就一直传出信息，移动支付市场将有变局，但是谁都没想到这一天这么早的到来，让马云的支付宝和马化腾的微信支付迎来挑战。到时候，移动支付市场的这一大蛋糕也将会被重新划分。要知道，在我们平时是用支付宝和微信进行付钱的时候，如果一旦手机没有了网络，或者说没有了信号，那么就无法顺利的完成支付。但是这一数字人民币则可以在任何条件下都能进行支付，非常的方便。使用其碰一碰的功能，就可以在没有网络或者没有信号的前提之下进行支付。而数字人民币的到来，显然也将会和支付宝和微信一起瓜分中国移动支付市场的份额。不知道对于这样一种新兴的支付方式，你是否感兴趣？又是否会亲身去体验一下呢？欢迎评论区留言。看完了吧？我昨天的节目也说了，共产党要淘汰微信、支付宝，那这个视频可算是给你们实锤了吧？那至于为啥要淘汰微信、支付宝，我当时还没想通，现在想通了。因为微信、支付宝在世界范围内还有流通，国外的很多商户、用户、留学生，甚至是老外的商户都开通了支付宝的收款服务、汇款服务。那等于说是你国内的支付宝、微信
换汇呀、付款呀是可以直接和国外勾兑的，换汇可以用支付宝、微信的。共产党虽然他能管国内的人，管国内的微信、支付宝，但是他管不到国外的人呀，对不对？所以呢，只要支付宝和微信还存在，这个中国人的钱他就还是可以通过微信、支付宝流通出去的。面具人前几天还没想明白这个道理，共产党为啥一定要干死微信、支付宝呢？不如直接在微信、支付宝的后台把这个人民币钱包一置换嘛，对不对？技术上并不难。后来我想明白了，只要微信、支付宝还在流通，不管是数字货币还是人民币，它货币只是一种共识嘛，它海外和海内的商户呀、商家呀、个人呀，还是能勾兑流通的。你并不能说是完全的铲除海外的这些支付宝的商家他收来的人民币，或者是他转出去的人民币。你如果敢封人家海外的人的账户，那会出大麻烦的，因为有很多人用的并不是本国籍，有的人家是海外国籍用的，你如果这样的话会闹国际官司的，对不对？所以呢，共产党他只能这样，先把钱锁住，把这个支付宝慢慢的废掉，提前的给大家说不要用这个东西了，或者是通过各种各样的复杂的规定，让老百姓觉得这个玩意儿不好用了，慢慢的把他们逼走。反正你们要知道什么离线支付呀、人民币硬卡呀，都是扯淡的说因为没有网络付不了钱，你觉得这个理由说得过去吗？我用现金不能付吗？没网络了，我用银行卡不能付吗？我为什么还要先把钱充到手机里，然后再用手机把钱充到这个人民币硬卡里，然后再拿这个卡去付钱呢？我为啥不直接从口袋里面掏出来这个纸币，或者是掏出来我的银行卡付钱呢？现在你们应该能明白了吧？数字人民币卡和你的人民币银行卡完全不是一个东西。那共产党也碍于国际流通的问题，他只能一点一点的去紧缩他就是要把你的钱换掉。海外的人呢，他也不让你或者尽量的让你觉得这个东西不好用，他目的就是为了不让人民币流通，让这个钱呀，热钱、真钱锁死在这些红色贵族的手里面。那你们要是知道了这一个关键点了以后，你们就应该能想明白了，共产党为啥要这么做了吧？时间不多了，西安这边呀，西安只是一个2线城市呀，现在的数字人民币都搞得这么紧，要在年底之前全部搞完呢，更别说什么重庆呀，甚至1线城市上海、北京、广州、深圳这些地方，那更快了，是不是？好，接下来就要进入咱们比较有文艺气息的环节了。我想从心理学上面解释一下，为啥有些人就是不可理喻、难以沟通呢？他到底是傻子还是聪明人还是奴才呢？以下环节是精华内容，点赞、订阅、小铃铛咱们先来赏析一下鲁迅先生的一篇文章《奴才、傻子和聪明人》。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1925年12月26日，鲁迅。奴才总不过是寻人诉苦，只要这样，也只能这样。有一日，他遇到一个聪明人。先生，他悲哀地说，眼泪连成一线，就从眼角上流下来。你知道的，我过的简直不是人的生活，吃的是一天未必有一餐，这一餐又不过是高粱皮，连猪狗都不要吃的，尚且只有一小碗，这实在令人同情。聪明人也惨然说，可不是嘛。他高兴了，可是做工是昼夜无休息，清早担水，晚烧饭，下午跑街，夜磨面，勤洗衣裳，雨张伞，冬烧气炉，夏打扇，半夜要喂银儿，
事后主人耍钱，头先从来没份，有时还挨批鞭。聪明人叹息着，眼圈有些发红，似乎要下泪。先生，我这样是敷衍不下去了，我总得另外想法子。可是什么法子呢？我想你总会好起来。是吗？但愿如此。可是我对先生诉了冤苦，又得到您的同情和慰安，已经舒坦了不少了，可见天理没有灭绝。但是不几日，他又不平起来，仍然寻人去诉苦。先生，他流着泪说，你知道的，我住的简直比猪科还不如，主人不将我当人，他对他的巴尔狗还要好到几万倍。混账！那人大叫起来，使他吃惊了。那人是个傻子。先生，我住的只是一间破小屋，有湿又阴，满是臭臭，睡下去就咬得真可以，晦气冲着鼻子，四面又没有一个窗子。你不会要你的主人开一个窗的吗？这怎么行？那么你带我去看去。傻子跟着奴才到了他屋外，动手就砸那泥墙。先生，你干什么？他大声说，我给你打开一个窗洞来。这不行，主人要骂的。管他呢，他仍然砸。人来呀，强盗在毁咱们的屋子了，快来呀，迟一点可要打出窟窿来了。他哭嚷着，在地上团团打滚。一群奴才出来，将傻子赶走。听到了喊声，慢慢的，最后出来的是主人。有强盗来毁咱们的屋子，我首先叫喊起来，大家一同把他赶走了。他恭敬而得胜地说，你不错。主人这样夸奖他。这一天就来了许多慰问的人，聪明人也在内。先生，这回因为我有功，主人夸奖我了。你先前说我总会好起来，实在是有先见之明。他大有希望似的高兴地说，可不是嘛。聪明人也代为高兴似的回答他。听完了这篇文章，大家应该能听明白了些什么了吧？反正面具人，我认为这篇文章讲的就是一个供需关系。个人观点文中的奴才，他虽然觉得自己的生活过得很苦，可是呢，他并不想改变什么，他只是需要诉苦而已，需要一个心理安慰而已，多了的什么都不需要。而文中的傻子之所以称得上是傻子，是因为这个傻子强行的给予这个奴才不需要的东西，把事情想得太直白了。奴才他只是嘴上说说过得不好，心里难受，可是这个奴才他并没有说自己想要改变。傻子自作多情，强行想帮他改变，反而招致了奴才的报复，好心被当成了驴肝肺。可是这个文中的聪明人之所以是聪明人，因为他懂奴才，他知道只需要动动嘴，不需要付出任何的行动和代价，这个奴才就很开心，还对这个聪明人感恩戴德。我们在别人不需要的时候给予错误的东西，虽然你是好心，但是人家未必会记住你的好，甚至还会仇视你。这也就是为什么有很多所谓的小粉红、爱国人士、反共人士，
你们在有着不同的理念的情况下，你跟他苦口婆心地说，但是呢，他还是讨厌你，甚至骂你汉奸走狗卖国贼，骂你是疯子大外宣五毛。为啥呢？因为他不需要。所以说，面具人做节目也好，在座的各位在生活中劝别人也罢，有些话呢是要点到为止即可的。他不需要，你也不能强行干涉别人的自由嘛。从心理学上，其实这种心理也是能解释得通的。在生活中，常常会出现一个人不能理解另一个人的情况，感到对方不可理喻，难以沟通，也难以共处。人类进化而来的感知系统的本身就决定了每个人类个体大脑所知觉到的世界与客观的世界本身就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从理论上来说，人类大脑所知觉的经验是通过人类的感觉器官接受到的相应的物理刺激，然后再编码转换成大脑皮层能够理解的神经信号，再通过神经系统传递到大脑皮层进行知觉加工。人类的感觉器官总体上是忠实的，所有能够被感官神经捕捉的物理刺激都会被进行神经编码。例如，视觉感觉的记忆就包含了视野内所有的光刺激的神经编码，其容量相当的庞大。但是呢，大脑皮层在进行知觉加工时，却无法对所有的感觉器官输入的神经编码讯息进行处理。它只能处理相当小的一部分，只有被注意的那一部分讯息才有机会进入到知觉加工。人类不仅知觉加工的容量有限，而且呢，感官输入的神经讯息只是在大脑进行知觉加工的素材之一，它还需要从庞大复杂的记忆仓库里面提取出其他的素材，对输入的讯息进行辨析、解释、加工、包装。这个过程就远远不如感觉的过程那么忠实，而是交织了太多的其他的因素，比如情绪、动机、期望、习惯、情境等等。所以呢，不同的人类个体哪怕是看到了同一个场景，但是彼此之间知觉到的经验却各有不同，甚至大相径庭。这就意味着两个人类个体之间实际上还是隔阂的，每个人感知到的世界都与其他人是不同的。但是呢，在大多数情况下，两个人感知到的世界也有可能完全可以忽略掉双方之间的感觉隔阂。这就是所谓的共识价值观。不仅如此，这就好比人们在习惯的物理世界里，牛顿力学大体上是正确的，知识分子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呢，大家能够在科学的知识的层面上面进行交流，这个就和个人的知识层面有关系。可是呢，迷信之人他也有可能完全否认科学的存在，而完全听不懂、听不进去你所谓的那些科学道理。迷信之人呢，他有可能认为鬼神呀、请神呀、养小鬼儿。那迷信之人和迷信之人在谈论这类话题的时候就可以共鸣。为啥？这就是因为这些人的认知架构不同，他们加工的方式、对素材的包装到大脑里面的这个理解都不一样。比如，有人觉得共产党好，有人觉得自由民主好，这种认知甚至会与个人的利益相违背，因为他们在相当程度上对于自己的追求，对于自己认为好的东西是理想化的，带有牺牲精神的。另一个使人们觉得可以彼此理解的因素来自大脑中的镜像神经系统，它是人类感受他人感受的生理基础，也是人类产生同情共情的最主要来源。镜像神经系统它会使一个人无论是在自己的经历，还是说看到或者是听闻到别人经历同样的事儿，或者是类似的事儿的时候，他们就会产生相同的类似的神经反应。比如我们自己受伤的时候会觉得很疼很痛苦，可是呢，当我们看到他人受到了重伤，他人流血的时候，
我们也会感受到心理痛苦，甚至自己的身体也会隐隐作痛。即便如此，可为什么人们还是会觉得对方不可理喻呢？因为有误解迷信的存在。我们常常以为自己很理解别人，很了解别人能说服别人。其实呀，这是严重的高估了自己与对方的相似性，或者是用自己的一套理念观念去解释他人的行为，而没有感觉到违和感罢了。一旦两个人感知到的世界之间的差异达到了无法忽视，或者是人们对他人存在态度上的抵触时，比如我瞧不起你，我认为你是垃圾，你说什么我都听不进去，或者是这个世界观完全不一样那双方就很容易感觉到这个人不可理喻。这时呢，自己的观念和经验就无法合理的解释他人的行为，那你就更难的去说服人家了呀，对不对？因为你无法对他人反馈的讯息进行站在他角度的合乎逻辑的诠释，你只能说你想说的，你认为对的话。所以呢，他会觉得你不可理喻，你也会觉得他不可理喻。在日常社会生活的层面上，人们常常对一些情况下的他人感觉到不可理喻。那面具人，我总结了几点，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你就不用过多的去纠缠了，随他去吧。第一，观念上非常悬殊，甚至对立，比如非基督徒无法理解基督徒的信念，反之亦然。第二，天性上差异非常大，比如普通人无法理解色盲眼中的世界，异性恋无法理解同性恋的感受。三，人格上的差异，特别是人格存在偏差时，比如这个人有人格障碍那你也跟他很难沟通。或者是人们无法理解那些心理有点变态的自闭的边缘型人格障碍的他们的逻辑。第四，智力上的差异非常悬殊，比如普通人他无法理解智障的世界，他也无法理解天才的世界，对不对？第五，截然不同的社会情境、历史和文化传统的悬殊，比如大多数中国人无法理解美国人对待子女的养育，大多数中国人不理解自由民主的好处，同样的，美国人他也无法理解中国人为何能够如此的顺从高度严苛的管制。第六，生活方式的差异，比如一对爱意浓浓的情侣是无法理解单身狗的想法的，又或者是喜欢生养孩子的人，他是无法理解丁克族的想法。第七，性别的差异，那这就很好理解了嘛，就像是男人无法理解女人来大姨妈的时候到底是个什么感觉，又或者是女人她同样也无法理解男人为啥喜欢看片子抹管子。第八，精神病人的世界，普通人是无法理解的。第九，猫神的内心 ABC 先生他不懂。那遇到了这种情况，能说通了就说，说不通了就由他去吧。就像面具人，我昨天在节目中，我该劝的已经劝了，既然猫神可能是有他需要赚钱的需要吧，想要筹点律师费嘛，想弄点生活费嘛，都可以每个人的需求不同，如果你不知道他的需求，你就强行的给他给予什么东西或者思想的话，那你就是傻子。聪明的人应该怎么玩？好，支持你干。如果你在说不通别人的情况下，你还付诸了行动，你认为是为他好，那你就是傻子。聪明人，比如共产党，包括西方的政客都是一样的，他们都是嘴上说说为人民服务，然后呢还割人民韭菜。包括台湾的政治圈是不是一样的？台湾朋友们，你们说一说嘴上反共，可是呢共产党的钱还是要赚的嘛，是不是？嘴上说为人民服务，上台了以后
就开始盘剥人民，给人民吃一些不该吃的东西。那好，如果大家觉得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到你们的话，就请点击屏幕下方的点赞、订阅、小铃铛。如果认为咱们的内容能够帮助到更多的人的话，就请点击转发，让更多的人加入我们，一起提高智商。我刚才说到了什么这个移民呀、理财呀、狗狗币的事情，大家有感兴趣的可以看屏幕下方的内容简介区，有我的 LINE 和邮箱，咱们私下再沟通。在这里我就不打广告了，不耽误大家的时间了。那面具人的会员最近也在筹备，想要观看面具人的一些心理学的会员节目的话，可以点击订阅旁边的加入按钮，加入面具人的会员频道观看也敬请期待我接下来完成了一些我的这个研究了以后推出的新的家庭心理的节目。如果有各种各样的心理问题想要咨询面具人的话，也可以单独给我发消息。拜拜。